她被美国人骂为卖国贼，在后世却被称为美国伟大的女性。究竟是美国人左右脑互搏，还是她所处的时代有问题？1860年，简·亚当斯含着金汤匙出生，他的父亲是州参议员，也是林肯总统的铁哥们。但上帝是个极其刻薄的编剧，他给了简一个好的出生，但在他4岁那年，随手丢给他一个可怕的病痛——脊椎结核。这场病抽干了他的健康，让他终身脊柱侧弯，走路永远带着一瘸一拐的残疾印记。简从小就痴迷于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在书里，他看到了工业革命下像野草一样被践踏的穷人，看到了那些在贫民窟里因为一点小病就只能等死的底层劳工。他觉得，与其空谈什么大道理，不如拿起听诊器和手术刀，把穷人直接从死神手里抢回来。于是他选择了学医。1881年夏天，简·亚当斯从罗克福德女子神学院即将毕业，是当时美国首批女大学生。就在她对未来充满憧憬时，她的父亲突然去世，砸给了她一笔5万美元的遗产。这在当时金本位的美国是一笔巨款。拿着这笔钱，按照当时上流社会的常规套路，先是给自己买个庄园，然后天天穿着蕾丝裙喝下午茶，偶尔去教堂掉2滴鳄鱼的眼泪，然后安度余生。但他没有这样。由于父亲的死和身体的病痛，让他陷入了长达几年的重度抑郁。为了散心，他去了欧洲。欧洲旅行期间，他不断地阅读俄国文豪托尔斯泰的著作，研究英国哲学家密尔的理论。他和那些上流社会的同伴一样，用疯狂读书和欣赏艺术来提高自己的品德，把同情心全部倾注在书本里虚构的悲剧上，却对窗外正在饿死的活人视而不见。直到一件事情令他彻底破防，在1883年11月的伦敦东区。那晚，在朋友的提议下，他乘坐一辆观光马车驶入了这个大英帝国最著名的贫民窟。此时正值午夜，他们遇上了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午夜残羹拍卖会。在昏暗的煤气灯下，小贩们正在廉价兜售那些白天卖不出去、已经开始腐烂发臭的蔬菜。数不清的饿得面如死灰的穷人，像幽灵一样从暗巷里涌出来。当一个满是泥水和烂叶子的卷心菜被扔出来时，无数双像枯树枝一样的苍白手掌疯狂地向上伸去，在半空中绝望地撕扯。一个抢到半颗烂菜帮的男人，连泥都来不及擦，直接塞进嘴里生吞了下去。他环顾四周，发现同车的上层阶级游客们正用一种混合着惊恐、猎奇和悲悯的眼神看着这一切。他们优雅地捂着鼻子，偶尔有人会发出几声同情的叹息，然后像喂鸽子一样，随手往车下扔几枚硬币，看着那些穷人为了硬币再次在烂泥里扭打成一团。一阵强烈的生理反胃涌上简的喉咙，他突然意识到，所谓的慈善，其底层逻辑是何等恶毒。富人们用几枚硬币买下了自己道德上的优越感，买下了一个好睡眠，而穷人除了在泥水里多苟活一天，什么都没有改变。施舍没有改变任何结构，他只是将穷人的尊严踩在脚下反复摩擦。虽然在伦敦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但真正让他决定背叛阶级的是发生在几年后的西班牙。简在马德里观看了一场极其血腥的斗牛，场内的鲜血、嘶吼和残忍的杀戮。简极其平静地看完了，甚至在某一刻，他还觉得这是一种充满了古典悲剧美感的艺术。他突然惊出一身冷汗，他惊恐地意识到，长期的上流社会生活和旁观者的视角，这在把他变成一个冷血的怪物。他已经习惯了把别人的苦难当成一种景观来欣赏，习惯了用艺术的借口来麻痹自己的良知。1888年，他去到了英国东区的一个汤恩比馆，被称为世界上第一所睦林之家。简原本以为这个所谓的睦林之家大概就是一个稍微干净点的大型石舟棚，或者是一群牧师站在高台上给穷人念经。但当他走进去时，眼前的景象把他看傻了。这里没有居高临下的布道，没有排着长队领救济面包的难民，他看到的是几个穿着考究、刚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毕业的顶级学霸，正坐在油灯下和刚从码头扛完大包、浑身汗臭的底层劳工们吵架。这些名校高材生和文盲劳工在一起激烈地辩论工会法案，研究如何去向伦敦市政府施压，改善街区的下水道。当时管理的一个叫巴内特的小伙告诉他，发钱只能让他们活到明天早晨，我们要做的是把大学的围墙拆了，把教育、文化和政治权力搬进贫民窟。于是简萌生了一个想法，自己也要回美国搞一个类似的东西。1889年9月18日，29岁的简带着好友和他的遗产，一头扎进了芝加哥西部第19区。这里是整个美国的下水道，德国人、犹太人、意大利人等各族裔新移民像沙丁鱼一样挤在这里，空气里永远飘着垃圾和血汗工厂排出的毒气，还时不时的发生点黑帮大乱斗。简就在这买下了一个破旧的豪宅，挂上了一块牌子“赫尔馆”。当地的穷人看着这两个穿着精美维多利亚束腰、长裙、带着高档家具和油画搬进来的千金大小姐，第一反应是这两个疯女人绝对活不过1个星期，不是被抢劫就是被霍乱带走。当时掌控芝加哥第19区的区议员是一名叫约翰·鲍尔斯的品种，这位老哥堪称美国镀金时代基层政客的集大成者。鲍尔斯当官的秘诀就2个字：作秀。谁家死了人买不起棺材，他掏钱办葬礼；逢年过节，他给贫民窟的穷人发免费的火鸡。平时谁要是失业了，他还能在黑帮或水管工会里给你塞个临时工的位置。底层的文盲老百姓哪见过这种恩惠，一个个感动得痛哭流涕，把手里的选票乖乖交给他。
但他私下里把19区所有的公共建设预算、垃圾清运费、下水道维修费全部装进自己口袋里，而且还不办事。这就是当年美国基层政坛极其恐怖的恩主政治。当官的把穷人当成圈养的猪懒，一边吸血一边发点泔水换选票。直到简来到了这里，他一看这套玩法，感到极度的生理性不适。当时鲍尔斯吞掉了19区的垃圾清运费，搞得整个19区就是个大型垃圾场。许多人不是被饿死，而是被臭死，传染病死亡率高得吓人。简直接越级找到芝加哥市长，把他调查到的贫民窟死亡率与垃圾分布图砸在他面前，告诉他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明天这些数据就会出现在全美国报纸的头版头条。于是市长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只好斥责了那个不可一世的鲍尔斯，还史无前例的直接任命简为第19区官方垃圾清运视察员，年薪1000美元。后来他全部都捐给了赫尔馆。那些原本嚣张跋扈、习惯了拿钱不干活的黑帮垃圾工们，迎来了他们这辈子最大的噩梦。每天凌晨天还没亮，在一群满脸横肉的男人身后，永远跟着一个眼神比刀子还冷的残疾贵妇。在他担任视察员的这一年里，第19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干净，死亡率断崖式下跌。他用实际行动把一个响亮的耳光抽在所有政客脸上。当官不是逢年过节发火鸡，当官是得保证老百姓出门不踩屎，喝水不染病。当时的芝加哥制衣厂女工每天要干14个小时，为了糊口，母亲们只能把1、2岁的婴儿用绳子拴在出租屋的桌腿上，或者灌一点含有酒精的婴儿安抚糖浆，让他们昏睡。资本家雇佣女工是在购买他们的劳动力，但是维持这个劳动力活下去，以及繁衍下一代劳动力是需要巨大的再生产成本的。资本家为了利润最大化，直接把这部分成本一脚踢开，我只买你的14个小时，至于你有什么事，是你自己的问题。而简看到这些问题，自然不是选择视而不见，他立刻在赫尔馆腾出房间，建立起全美第一个公共托儿所和免费幼儿园。童工在矿井里肺都黑了，他就天天去州议会堵门，硬是逼着伊利诺伊州在1903年通过了禁止雇佣童工法。简从吃人的流水线上硬生生拽下了成千上万个年轻的生命，他把他们送进赫尔馆的夜校，教他们读书，教他们打棒球，教他们如何做一个有尊严的人。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那就是童话故事。1914年，欧洲的第一次大战开始。简在1915年，他联合了当时美国最优秀的女性知识分子，成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反战的组织。他冒着潜艇袭击的风险，横跨大西洋，在荷兰海牙召集了来自12个国家的1100多名女性。在那次大会上，他提出了调停方案，还做了一件极其疯狂的事。他亲自带队去游览欧洲各国的权力中心，去敲开各国首相、国王和外长的大门。他的调停方案主要是4点。第一，领土原则，除非得到当地居民的投票同意，否则任何国家不得转让或吞并领土。当时的欧洲战场，大家打得头破血流，就是为了抢地盘。简直接抛出了民族自觉，他告诉那些国王们，土地不是你们的私产，是长在上面的老百姓的，应该由他们说的算。第二，拆掉贸易壁垒，确保公海航行自由，开放所有的国际贸易航道。简一眼就看穿了战争的经济本质，很多时候打仗就是为了抢航道、抢资源出口。他主张，如果海洋和贸易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那大家就没必要为了抢一个出海口而死掉100万人。第三，建立世界法庭与国际联合会，成立一个由各国组成的常设组织，用法律和谈判代替刺刀，所有争端必须强制调停。简认为战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国际社会处于一种无政府的丛林状态。第四，废除私人军火商，禁止私人从战争中牟利。这是最让当时政客和军火大亨感到恐惧的一条。简敏锐地察觉到，战争是一门生意，如果军火商不能卖大炮赚钱，如果政客不能在小黑屋里搞秘密分赃协议，战争的热情起码会降低一半。所以他认为军工业必须国有化。当简敲开德国宰相、英国外交大臣的大门时，和端着铁饭碗的基层政客和高层战犯们其实是陷入了一种囚徒困境。每个人私下里都承认这场战争是灾难，但每个人都告诉简，如果我们现在停手，就是对阵亡士兵的背叛，国家会崩溃。虽然他没能阻止战争，但简和这1100多名女性草拟的调停方案，在4年后发生了一件极其戏剧性的事情。1914年，欧洲开打，美国主流民意是中立，但简敏锐地发现，这种中立是伪善的。美国工厂正在疯狂给盟军造子弹，这意味着美国迟早会被卷入血海。1915年1月，他在华盛顿召集了3000多名女性，成立了妇女和平党。此时美国内部的领头的好战分子就是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老罗斯福推崇的是尚武精神，他认为不去打仗的男人都是懦夫怂。1915年7月，简从欧洲游说归来，发表了一次震动全美的演讲，直接打老罗斯福的脸。在演讲中，简极其冷静地陈述了一个他在欧洲战场调研得出的事实：那些年轻的士兵告诉我，他们必须在冲锋前喝下大量的朗姆酒或白兰地，否则他们无法忍受将刺刀刺入另一个和自己一样都是穷人家孩子的胸膛。这句话在当时的美国社会炸开了锅。老罗斯福公开骂简是国家的祸害，是在侮辱士兵。而简的逻辑是，人类天生就有不忍之心，只有通过酒精或者精神麻醉，才会把人变为杀戮机器。他不是在侮辱士兵，他是在心疼那些被酒精和谎言推向死亡的孩子。
简在游说当时的威尔逊总统时，他知道跟他讲道德是在开玩笑，必须跟他讲经济学。1915年的美国对于战争有一个极为高大上的名号，什么为了文明，为了民主，其实是为了 money。当时的美国表面上中立，背地里却早已成了协约国的超级奶妈。当时的摩根财团，它是英国和法国在美购买军火的唯一代理人。到1915年，美国对英法的贷款数额已达到了惊人的量级。资本的逻辑是，如果英法输了，美国银行里的那些债权就会变成废纸，所以美国必须要让英法赢。简敏锐地察觉到，美国不再是一个中立的观察者，而是一个下了巨额赌注的赌徒。他告诉威尔逊，参战不是为了拯救被潜艇击沉的平民，而是为了保住华尔街借给伦敦和巴黎的那些银子。一旦参战，国家意志就会被金融巨头的账单彻底绑架。简在芝加哥见证了钢铁行业的飞速扩张，但他发现，相比于造收割机和修下水道，造炮弹的利润率高得令人发指。这种战争红利产生了一种恐怖的制度惯性，当整个国家的工厂主、工人和股东都开始从死亡生意中分红时，和平就成了阻碍大家发财的绊脚石。到了1917年，美国果然参战，国内爆发了极其歇斯底里的排德运动，德语书籍被焚烧，德裔劳工被开除，甚至连听贝多芬的交响乐都会被视为通敌。当时的赫尔馆正处于德国移民区的中心，简下了一道死命令：赫尔馆的大门永远对德国裔移民开放。1917年，美国的强行征兵令下达，赫尔馆那些他亲手喂大的男孩们成群结队地穿上了军装。他在赫尔馆为每一批出发的孩子举行简单的告别会。他一言不发，只是给每个孩子塞上一张写有赫尔馆地址的卡片，告诉他们无论发生什么，这里永远是你们的家。战争期间，他每天花大量时间回复那些从堑壕里寄来的求救信。有的孩子在信里哭诉受不了毒气，有的孩子说不想杀人。简一封一封的回信安抚这些濒临崩溃的灵魂。1918年，简·亚当斯的名字出现在了著名的洛斯克委员会名录，这是全美最危险的激进分子黑名单。当时的联邦调查局拨专款监听赫尔馆，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美国宁愿花掉成千上万美金去偷听一个老妇女有没有给德国人写信，也不愿拨1分钱去修缮那里的贫民窟。简每天收到的信件里，一半是绝望者的求助，另一半是充满诅咒的恐吓信。在各种媒体和报纸上，简被说成卖国贼、走狗。这种日子他过了整整10几年。到了1919年，战争名义上结束了，但英国发起的粮食封锁并没有停止。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的城市里，成千上万的妇女儿童正因为缺乏牛奶和面包而大批死亡。1919年，简再次横跨大西洋，他走进德国和奥地利的民居，看到的不是敌人，而是肋骨横突、因为营养不良而站立不稳的人。回国后，他向美国民众发起募捐，但迎来了各种骂声。简意识到松散的反战组织是不够的。1919年，他在苏黎世正式成立了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并被选为首任主席。这个组织不只是喊喊和平万岁，他极其专业地研究国际法，研究殖民地问题。简在此时精准地指出，凡尔赛条约对战败国近乎羞辱的掠夺，必然会导致下一次更恐怖的报复。他在那时就预见到了2战的阴影。可惜那些忙着分地盘的基层政客们根本听不进一个理想主义老太太的唠叨。就这样，简一边被骂，一边做着他认为对的事情。直到1920年代，当一战的真相慢慢浮出水面，当美国人发现那场战争除了给华尔街留下账单，给每一个家庭留下墓碑外，什么都没改变时，风向变了。那些曾经向他啐口水的人开始避开他的眼神。1929年，美国爆发经济大危机，原本对简嗤之以鼻的基层政客们突然发现自己手里那点恩主政治的火气已经发不出来了。此时的简已经快70岁了，他成了全美的顾问，说出他赫尔馆的经验。他教会新一代的社会工作者如何在大规模失业中建立救济网。简告诉大萧条中的灾民们，你们挨饿是因为美国这些政客无能，不是你们懒，领救济不是羞耻，是你们作为纳税人的权利。简拿出了赫尔馆运作了40年的账本，他告诉各州政府如何低成本运营公共食堂，如何建立失业登记处，如何组织妇女互助小组。简还带出了一批硬核女徒弟，最著名的就是弗朗西斯·珀金斯，这个在赫尔馆里跟着简一起扫大街、查童工的女孩，后来成为了小罗斯福总统的劳工部长，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内阁成员。1931年12月10日，瑞典文学院宣布简·亚当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当获奖消息传遍世界时，71岁的简并没有出现在鲜花簇拥的讲台上。由于癌症和心脏病发作，他正躺在巴尔的摩的一张病床上等待手术。他将那笔巨额奖金一分不剩，全部捐给了他一手创办的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曾经骂他卖国贼的媒体纷纷改口称他为世界公民。晚年的简并没闲着，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后2年，他依然在为种族平等和失业救济奔波。1935年5月21日，简因肠癌在芝加哥去世，享年74岁。他的灵柩停放在赫尔宫的庭院里。那一天，芝加哥第19区的交通瘫痪了。那是人类历史上最奇特的送葬队伍，没有权贵致辞，只有数以万计打着补丁的码头工人，眼含热泪的意大利大妈，曾经的童工和当时的失业者。她一生未婚，却成了千千万万个孤儿的母亲。简的成就不在于给穷人发了多少面包，而是他告诉现代人应该要如何共同生活。
他认为，一个在国内都做不到公平团结的社会，很难在国际上真正维护和平。就算表面上维护和平，那也是虚伪的。他认为评价一个人道不道德、爱不爱国，不是看他多会吹牛。国家不是一个空洞的符号，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邻居组成的。在他看来，清扫第19区街道上的垃圾，降低婴儿死亡率，这种弄脏双手的活儿，远比在演讲台上挥舞国旗要爱国的多。一个人嘴上喊着爱国，却对社区里的贫困、饥饿、童工、恶劣住房无动于衷，这种爱国在他看来虚伪至极。